我们每个月的 MC 啊，比天气预报还准。你身边的男人是人是狗，生了孩子看看就知道了。这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看到小孩的第一反应是冻住，小孩密集恐惧症，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自驱力吧。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前一阵子呢，和大家分享了生孩子到底让我失去了什么，得到了超级多妈妈的共鸣。我在留言区呢看到了很多妈妈生产之后养育孩子的辛苦，也看到了好多妈妈努力扛过来的坚强，还看到了妈妈之间很有爱的互相鼓励，还有那些自己不生育但是却不吝啬感谢还有赞美的共情。那条影片呢，原本的初心是想要把我成为妈妈之后失去的东西做一个总结，也给已经成为妈妈的女生呢一个爱的鼓励。毕竟孩子生了养了，总要有人站出来为大家说一些话，绝对不是不让大家生小孩，因为我自己也生了2个。网络上有一句话糙理不糙的话，你身边的男人是人是狗，生个孩子看看就知道了。那我是人是狗？你是人啊，不然我怎么会生2个？可是我觉得生完之后再看实在是有点晚。我相信看安娜频道的大家，可以在生孩子之前就保持清醒。毕竟有子宫的是我们，但是使不使用这项功能，什么时候使用，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为了更全面的讨论这个话题呢，今天这集我就要来聊一聊生孩子又让我得到了什么，顺带解开一部分观众对我为什么生小孩失去了这么多，却还用试管婴儿的方式生了2胎的疑问。首先，为什么要生小孩？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计划的问题。在我从小的人生计划、人生蓝图，甚至我的人生目标里面，都有包含了要给小孩幸福人生这一件事情。之前和大家浅浅的聊过一下我的 MBTI 的人格，我是 ESTJ， 就是总经理的人格。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上，我都是个计划狂。那在我跟陈老师登记结婚之后呢，我内心就已经开始等待、计划、迎接我有小孩这件事情了。但是呢，就是在我们2个人准备要小孩之后，足足1年的时间，我的肚子都还没有动静。我每个月的 MC 啊，比天气预报还准。有在准备怀孕的人一定懂我那个时候的心情，每个月都在期待，每个月期待都会落空。我那时候去澳洲，看到那一群可爱的小袋鼠，我就心里想说，如果我在澳洲怀孕，我的小孩就要叫 Wallaby。然后后来又去日本，如果在日本怀孕的话，我的小孩就要叫小樱花。然后呢，听人家讲精油疗法可以帮助怀孕，我就去买了一整套的精油。艾灸可以调理身体，我就开始做艾灸，然后灸到我整个肚子都低温烫伤。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男子有一个看不孕不育的神。对，我们就连夜驱车从台北开车开到楠梓，甚至我出国的时候，包里还塞着那个神医开给我的中药，我最后还被拉进海关的小黑屋，问我那里面是什么东西。这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那段时间我真的很累。我得到的结果跟我努不努力、努了多少力一点关系都没有。做了一大堆计划，每天都在 lose control。我好像不做这件事情，我永远都没有办法 move on 了。我甚至陷入一个深深的怀疑：为什么大家都会的事情，只有我不会？后来我也发现，不是只有我不会。在台湾有7对夫妻，就有1对夫妻面临着不孕的困扰。后来真的去做了 IVF， 就是试管婴儿之后，我才发现我身边原来有很多人都在做这个疗程，有很多人都在为了要小孩这件事情在努力。就这样子忙忙碌碌1年之后呢，我就跟陈老师讲说，我们去检查看看吧，看看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检查呢，是陈老师先做的。在这里一定要提一下，关于不孕症的这个检查，男生的检查简直是比女生检查简单太多了。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知道问题到底是什么，男生先去检查。检查完之后，陈老师一切正常，那问题肯定就是在我身上了。我呢也跟医生说，可不可以快点帮我排这个检查。虽然当时在网络上看了很多的分享，知道女生做这个不孕症的检查会有一点点的痛苦，可是我觉得那种痛苦比起我当时经历的那种每个月心理的煎熬，我觉得我完全不会害怕那样的痛苦。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呢，我遇到的呢是单侧输卵管阻塞的问题。那个时候我就问医生，如果像我这样的状况，我还有可能自己怀孕吗？医生呢就跟我讲说要等等看。我当时听到等等看3个字呢，就有点害怕。确实，我当时那个年纪只有29岁，在台湾做 IVF 的群体里面来讲，算是非常非常年轻的。可是我也知道，女生在30岁之后，不论是去做 IVF 也好，还是说你自然受孕的几率也好，都会呈现一个断崖式下降。那我为什么要用一个已经确定趋势的东西去赌一个不确定几率的奇迹？于是呢，我就请求医师说，能不能快点带我进入疗程？中间那些人工受孕什么方式，我都不想要尝试。我就想要在我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去使用成功率最高的方式。我印象超级深，我们决定要进入疗程的隔天，我正好要去首尔出差，在去机场之前呢，我还先飞奔到医院去学怎么样在自己肚子上打针，就这样带着针去了韩国。下飞机之后还很紧张，飞奔，因为我们带的那个针是需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的。所以你说我说了这么多，我生小孩是因为我很喜欢小孩吗？
坦白说，我真的不算一个喜欢小孩的人，甚至在我生小孩之前，我在看到小孩的第一反应是冷冻、冻住。这个世界上呢，有一些人看到这样子毛茸茸的生物呢，也会觉得害怕。那对于我来讲呢，我看到小孩的第一个直觉，确实也不是那种觉得啊好可爱的那种心情。当然啦，生小孩之后这一点有稍微好一点。我在看到那种粉粉嫩嫩的小嫩婴的时候呢，因为会想到自己小孩小的时候的样子，进而会觉得他们非常的可爱。可是某一些场合，如果小孩太多的话，我还是有一点小孩密集恐惧症。我生小孩纯粹是因为我想要生小孩，我想要跟我自己爱的人有一个小孩，这件事情是在我人生计划中的。这个小孩有一点点像他，有一点点像我，然后我们共同去陪伴这个小孩，体验一个幸福的人生。如果在这段人生的旅程里面真的有一些困难和黑暗，也是我们两个相爱的人陪伴的这一个生命去共同面对。所以生小孩这件事情，更多的对我来讲是一种自我实现。我在节目中无数次的和大家聊到，生孩子之前要想清楚，要确定自己的想法，你才能在生小孩之后足够坚强的去面对这个孩子给你带来生活的变化。我有看到一些留言在我的频道里面说，这些失去的东西难道你生孩子之前不知道吗？不好意思，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让更多跟我当时不知道生小孩会失去这么多的女生更清晰失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在之前那集分享生孩子失去的那集影片的留言中呢，有一个留言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没关系，我觉得你应该是觉得很幸福并且享受其中，不然怎么会有二胎。没错，当我生完孩子失去一些事情之后呢，我也得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体验。但是至于为什么生2个宝宝这件事情是我们一开始就规划好的。当时我做完 IVF 的取卵手术之后呢，在实验室里面培养出来4颗D5的囊胚。这次我要插一个小知识点了，没有做过 IVF 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 D5的囊胚。D5的囊胚呢，就是指在实验室的环境下，这个胚胎存活了5天，虽然品质还不错，但是4颗确实也是为数不多。我记得我第一次做植入的时候呢，身体状况其实还蛮不好的，因为刚刚取完卵，腹水非常的严重，所以其实当时心里虽然很期待，但隐隐约约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疑惑，确实也是跟我疑惑的一样啦。第一次植入之后呢，就失败了。那个时候我就非常虔诚的祈祷，我跪下来祈祷说，如果我有机会，这些胚胎可以在我身体里面存活，最后成为我的孩子的话，我愿意把他们每一个都生下来。当然了，也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的胚胎一共只有4颗，而且1颗已经失败了，剩下只剩3颗而已。如果像我有些朋友，他们一配出来17、18颗，我想我应该也不敢做这样子的祈祷。那在经历了那一次失败之后呢，我不仅仅是做了这个祈祷，我也开始调整我自己的生活作息，还有饮食，还有锻炼身体。终于呢，在4个月之后，我又去做了一次植入，那时候植入2颗胚胎，然后 Chris 在那一次就来到我身边了。后面的事情呢，就是之前有和大家聊到的，我怀孕，然后在生产 Chris 之后遇到的一些产后抑郁的状况。确实，在生完 Chris 大概3年的时间，我慢慢的从那个产后抑郁中走了出来，开始去享受那个育儿的生活。但是那个时候实验室也还剩1颗胚胎嘛，你要说在那个当下，我心里面没有一丝恐惧，没有一丝迟疑，那肯定是骗人的。因为好不容易从那个情绪里面走出来，又要重新去经历一轮养育新生儿这个阶段，不论是对于我来讲，还是对陈老师来讲，都是非常大的挑战。但在影片的开头就有和大家聊到过，我是个计划狂，我觉得我讲过的事情，我就一定要做到。所以我在无数次挣扎之后，我也给自己做了很多的情绪建设、心理建设之后，Chris 3岁那一年，我决定再一次去接受植入的手术。那一次植入手术呢，是陈老师还有 Chris 陪着我一起去的。Chris 也是全程陪伴参与了我整一个产检的过程。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当然啦，作为爸爸妈妈，要怎么样去平衡2个孩子，也是一门功课。那这个话题呢，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们再单独开一集来和大家分享。刚刚在聊的过程中呢，有聊到生孩子虽然会失去很多，但是有一些收获还有体会，是我没有生孩子永远都没有办法获得的。那这些收获和体会，它肯定跟经济是没有关系的，它更多的是一些心灵层面上的东西。以前有一句话，养儿防老，但事实上，现在2024年的今天，养儿真的不防老，防晒才防老。对于我来讲，作为妈妈最深的一个体验是，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延续。这个体会非常的神奇，我以前真的从来没有体会到过，就会有一种你现在经历的人生的顶峰，可能会是未来一个新生命的起点的那种感觉。生小孩之前，
你会觉得我的人生目标是要买包，是要买车，是要买房，是要升职，要加薪。我生完小孩之后，我会发现这些目标好像都变成了一个短期目标，我的一切的努力好像都会有了一个具象化的样子。当然了，除了这种心灵层面上的感受，我觉得生物学上的遗传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确实，这个孩子生出来就跟我一开始想的一样，会有一点点像我，会有一点点像我的另一半，而且我们身上很多的天赋和遗传都会在这个孩子身上显现出来。他会冷不丁的跑出一些东西，会让我觉得说，哇，他怎么这么像陈老师，或者哇，他怎么这么像我？那种时刻还是蛮幸福的。再来呢，因为孩子的存在，自己会想要变得更好。之前和大家分享过嘛，我觉得父母这个位置呢，是世界上最难被 fire 掉的位置。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都会是孩子眼里的全世界，他看着你的眼神就是会发光。很多小孩子眼里啊，爸爸妈妈真的都是超人。那既然我们是小孩子眼里的超人，我们是他们的全世界，我们做事情一定就不能让他们失望嘛。就像陈老师在生小孩之前呢，他开车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会还蛮暴躁的，生气的时候呢就会骂一些哔哔哔。可是生完小孩之后，尤其是小孩开始懂事之后，他就真的非常的克制，因为他如果有些时候生气，有一些不好的表达的时候，小孩子就会问说，爸爸，你刚刚是在说脏话吗？那是什么意思啊？你这样说话是不对的哦。我也因为有了小孩之后，我开始练习着去有更稳定的情绪，更规律的生活，更信守承诺。我很不希望未来我在要求他们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会问我说，你自己都做不到，为什么要求我？我也是因为有了小孩，尤其是有了女儿之后，我更加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更优秀、更值得敬佩的女性。而且因为生一个小孩，你每天都在看着这个新生命接受不一样的挑战，你可以非常真切地感受到那个肆意生长的生命力，所以自己也会想要更努力的生活。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自驱力吧。我觉得就像我们在养育2个孩子的过程中，我们自己都成长了一次。对。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陪着孩子重新成长一次，陪着孩子重新养育自己一次，把自己曾经一些不好的地方去做一个修复还有升级，把自己以前遇到的一些伤害去自我疗愈，你真的会发现你的人生重新走了一次，走出了一个新的维度。这个真的是没有小孩之前完全没有办法体会的感受。再来呢，生孩子可以让我感受到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的纯粹的爱和快乐。生小孩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完全没有条件的爱。小孩子对于爸爸妈妈的爱和依赖真的是天生的。你可以看到很多爸爸妈妈有些时候生气完，小孩就算很委屈，他也会哭着喊爸爸或者妈妈这样子。而且小孩子的爱真的都很直白，像我2个小孩就会突然之间跑过来，就捧着我的脸说，妈妈，我真的好爱你哦。穿一个裙子，我女儿就会说，妈妈你好像公主哦。偶尔化个妆，我儿子就会说，哇，妈妈你真的好漂亮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小孩子的眼睛是这个世界上最清澈的东西，就在他们这个清澈的眼睛里面看到的那个爱，闪闪发光的爱，没有理由的爱，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我感受过最纯粹的东西。然后进而因为感受到这件事情之后呢，你的心灵就会被净化。然后我因为生小孩发现了爱的另外一种意义。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对于小孩的爱是从哪一刻真正开始的，反正对我来讲呢，在生出 Chris 的前1个月，我其实不知道对他的情绪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在生孩子之前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一种爱。因为在那之前可能感受的是爱情、亲情、友情，但我发现生完孩子的那个情绪好像完全不属于刚刚讲的任何一种。那种爱好像和爱情一样浓烈，又像亲情一样长久，你很难用一种语言去描述那个爱到底是什么。甚至看着这个孩子，我觉得我不要求他有多完美、多厉害，甚至不要求他必须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报我，我只需要看着他健康快乐的长大就好了。很多产妇聊天的过程中发现呢，怀孕的时候都会看很多可爱的小孩的照片、影片，但是当你在生产的前一刻，你心里只会想着说，四肢健全、健康，我希望他健康。对，是真的。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在生 Chris 的时候，因为生 Chris 的时候我没有做那个睡眠麻醉，我是醒着的，然后就听到医生说，好，小孩出来了。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没有像电视剧里一样那样哇哇大哭？我小孩是不是怎么了？那一刻的恐惧是非常真实，我现在讲起来都要哭的程度。后来当然了，他还是发出了这个哇哇的哭的声音，就是那个时候的担心，你就会觉得说，天哪，拜托，真的
祈求就是希望这个孩子就健健康康就好了。有些时候带他们出去玩，在太阳下看着他们就是在大笑，在奔跑，那一刻真的会觉得说，哇，我好像所有的付出真的都是值得的。看到这个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你会觉得说，我好像真的把他养得很好，那种喜悦、那种快乐、那种满足感，也是我在生孩子之前没有感受到过的。所以当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随着孩子慢慢的长大，从一开始你只希望他喝奶喝好这件事情，慢慢变成说，我希望他学习成绩也要好，我希望他体育运动也要好，更多的要求的时候，不要忘掉我们曾经仅仅只是希望这个孩子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就好。我曾经看过一句非常动人的话：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逢，只有父母的爱是为了分离。在我看来，如果这一个世界是一场盛大的嘉年华，我觉得我们父母就是给孩子买门票的那个人。我内心只是希望他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一场盛会，至于他来到这场嘉年华，他要怎么享受，他要怎么玩，他想要去冒险，我都祝福他。也是有了孩子，我开始懂得这样的一种爱。作为一个父母，我没有权利，我也不想要去要求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希望我自己还有我的孩子都永远记得，我也可以很自信的对他们说出，你是自由的，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好了，说着说着又有点小感动。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和大家聊了我为什么会生小孩，为什么失去这么多还要生第二个小孩，为什么要使用 IVF 这个方式。那听过今天的生小孩的这个好处之后，有没有突然之间对生小孩没有这么害怕，或者甚至有一点点心动？如果真的很心动的话，记得去看一看那一集生小孩会失去什么，冷静一下，两边一起思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记得点赞分享，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每周四我都会在这里聊，下周四我们再见啦，拜拜。